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讥袭，武夫汉族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，以致所用非所学，所学非所用。无事，则斥外国之利器，为其技术巧，以为不必学；有事，则经外国之利器，为变怪神奇，以为不能学。34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，至今仍然让朕感慨。这里是京师大学堂，我们平时所学习的程朱理学，无非就是存天理，灭人欲。但是翻翻我们的历史，历朝历代，靠圣人学、仁义道德，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。永定河里头冲出来块石碑，冲到了正阳门外，碑文的字被人踏了出来。字是古篆，上面写着“龙镇李九，征时1000坤”。事情已经传开了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手下愚钝，这1000坤，是不是天下要易主的意思？那这征时是春正日，夏正时，芒种那天也叫征时。那这龙正李九说的又是什么？震在东，离为火。龙震李九的意思就是，有9条火龙将会自东方降临。昨夜琉璃厂起了场大火，侍卫赶去将火扑灭之后，在废墟里找到了这个。上面也用古篆写着“龙镇李九，征时1000坤”。坊间现在有诸多的流传，都怎么说呀？说是天诏，是老天爷发话了，天下将有骤变的征兆。哼哼。奴才这就把传话的人抓回来审。参见大人。是天诏还是谣言？是谣言。查。查不到还是没法查？回大人。是没法查，这些人收了钱散布谣言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给钱的是什么人。今年芒种是初几？5月11，而今天是3月26，还有44天。这么讲，这就不是谣言，而是一个铺垫，成时1000坤。那就是有人想变天，有人想谋反嘛。大人，龙镇李九，而芒种是24个节气当中第9个。马上让内衙开始搜索盘查京城之内所有跟酒相关的事情，通知各地衙门，把京城以东11个县市直到海边所有跟酒沾边的商号、民宅、地名，以酒为量的东西，以酒为数的群体，哪怕名字里带个酒字的，一律盘查。这，我倒是想看看，到底是谁想要1000坤呢？
地保，地保，邢捕头，有事啊？出事儿了！咱北头赵六家那牛一早不是已经找到了吗？是这庄的客栈出大事了，惊天大案，出人命了！人命啊！啊！做捕快8年，第一次见人命案。我是从来没见过死人。哎，什么味儿？杀牛时就这味儿，血味儿。哎呀！九条人命啊！屋中不见凌乱，也没有什么挣扎的痕迹，可见他们死得很快。他们几个很有可能是中毒而死的。这是中毒的地方，尸体还没有彻底映透，杀人的走不远。你去问掌柜的，上午来过什么人？好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，你叫什么？林安静。林安静，你为什么会躲在柜子里边？死的那些人你认识吗？叔叔、婶婶，还有表哥他们，我在东阳留学的，才跟他们一起坐船回来，昨天晚上刚到，今天早上就。你先别哭了。喝点水，你再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形。今天早上，我正在换衣服，突然外面很吵，我听到表哥惨叫了一声，婶婶叫快跑，我很害怕，就躲到衣柜里了。有没有看到是什么人干的？有5、6个人。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。他们穿的什么样的衣服？我不知道。别着急，你慢慢想一想。他们的衣服很怪，像是异族的装扮。用毒高手，异族装扮。是灵犀，地保，这事儿大了，9条人命咱们管不起，回衙门复命吧。不行，在我的地界上，一出手就是9条人命。你不能。行了，你先带那姑娘回县衙里录口供，我去抓人。你回来。哎，对，听我的。到。你真去了？等我回来。在咱们大沽，什么时候出过命案呀？可这回一来就是9条人命。好嘛，您说这多吓人呐！赶紧写下来，转文呈报直隶厅。
这是大案，要案，命案。我们一个小小的县衙根本应付不了。对，这得上边派人下来。哎，王地保呢？哦，去追凶犯了。这个瞎使劲！这么大个案子，一个人杀了9个人，他出去找，碰上他能怎么样？你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。这麻花马上出锅了啊！大人，我回来了。你不是买韭菜花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别提了，我还没到菜市场呢，就碰到了驿馆的上差，上面来令了。从即日起，凡是在咱们辖区，不管是商铺还是民宅，不管是人还是事儿，只要是跟“酒”字沾上边的，要即刻上报。这又是哪出？这是啊！我这刚炸了9个麻花，这得上报吗？赶紧别愣着买韭菜花去！买韭菜花去！我这酒。前年9月，东郊曾有一场火，烧了3户人家，其中1户死伤9人。有记载，去年11月，蔡湖营砍了一伙江洋大盗，共计9人。都砍了还能活吗？滚！光绪20年，广东香山人士郑观应写了一本《盛世威严》，此人热心西学，更在书中说到要局势变迁。郑观应，光绪20年。回大人，是甲午马年。郑观应乃一介书生，连维新派都看不上的，不足为惧。光绪9年，黑旗军收编刘永福，被授予鸡鸣提督。刘永福到死都是我们大清的名将，他怎么可能谋反？下去。大人，方才在南城抓到了一个散布谣言的乱党。审出什么来没有？那人不甘酷刑，咬舌自尽。但是在他家中枕头里面，我们找到了9枚铜钱，只是9文钱而已，竟然藏在枕中。奴才觉得一定有意，但是奴才不知道是何用意。禀大人，依大人之命查阅时，发现文渊阁建藏书柜中有样东西不见了。是什么东西？是建书阁人柜深层的东西。何代，奴才在。拿我手谕去传一个人过来。门3刀。带重犯伊尔根觉罗木青。带重犯伊尔根觉罗木青。哎呦，总算是搞到了。是噻，不厉害吧？我搞到的。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，尔等在大沽客栈犯下命案，速速与我回衙门受审。哎呦，一个小小捕快哦，
竟然一个人能追到这里来。哎，老子懒得杀你，赶紧滚！一大清律例，拒不抵抗者，可斩杀。哎呦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哦！你可知道老子是什么人？尔等以毒杀人，且如此穿戴，定是来自灵溪的荣天一派。多少还是有点见识啊。没有错，老子就是荣天剑派。荣天剑派行，速速与我归案，否则我当下可就不留情面了。荣天剑派门人个个武功卓越，就算是大内侍卫也不敢一个人跟我们挑衅。我告诉你，迷死你自己嘞！赶快走！命是我的，追凶使命是朝廷的。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。大兄，不要让战！哎，唐月，你的？他嘞？他叫啥子？叫王家洛。不简单啊！咱们走。耽误这么久，我们赶紧走水路去葛窟跟掌门会合。葛太，让你的人下去吧。要是他真想干什么的话，你们一个人都拦不住他。刚才那3杯茶，知道他为什么拿那杯龙井吗？回大人，奴才不知道。看看桌上的菜：五香子鸽、罗汉大虾、糖醋河藕、片乳猪、喇嘛糕，这都什么菜啊？是满汉全席里的菜。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看出来是满汉全席当中的廷臣宴。廷臣宴的第一道
就是家人县民喝的必须得是狮峰龙井。叶尔根觉罗穆卿整蓝旗，光绪20年入侍卫亲军，任乾清门侍卫。他的功夫在侍卫亲军跟神机营当中是根本没有对手。当年总有人找他在正阳门外比武，结果没人挨得过3刀，所以后来他就有了一个门3刀这绰号。他呀，不但武艺高强，尤其罕见的是他断案的本事，连光绪爷都赞美他，说他比起唐之狄仁杰、宋之宋慈之的能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光绪24年，他跟舒木禄察太一并受命去保护那些搞变法的维新党。接下来的事你们大概也都听说过了。舒木禄察太问斩，连光绪爷的行动都限制在宫中，而他呢，撤职查办，降为镶蓝旗，在步军统领衙门监一待就待了12年。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啊！说好了，来杯告别乡民吧。忽然大方。前天正阳门外的永定河里头冲出一个石碑来，碑上有字。昨天晚上琉璃厂大火，把什么都烧光了，只剩下一个瓷器，篆字体：龙镇李九，征时忆乾坤。现在坊间都在议论此事，说这是一种天兆。水冲不动石头，我能烧焦粗瓷。那就是说不是天兆，那就是谣言嘛。那就是说散布这些谣言的人，把这些事儿当成是一个铺垫，到5月11芒种那天开始谋反。关键是，谁想谋反啊？怎么谋反呢？我在问你呀，你帮我们内务府破这个案子，平定这一次危机，我就不让你回牢里去了。镶蓝旗改成镶黄旗，马上就升你为内衙副统管。还记得这柄先帝赐你的刀吗？这柄刀我也还给你，门3刀怎么能没有刀呢？你是想要忠于朝廷呢，还是把你扔回去老死狱中？由你自己决定。铜钱，这9枚铜钱来自一个今天抓获的逆贼，我觉得这9枚铜钱里定有蹊跷。顺治通宝、乾隆通宝、同治通宝，有没有别的意思呢？顺治爷继位，乾隆爷让位，而同治爷根本就在虚位。若非说用意，这9枚铜钱就是皇室虚意处的暗示。不愧是顶尖高手，一眼就识破其中玄机。大人，内务府的眼线遍布京城，你们都没能找到反贼的线索，我一个在大牢里关了12年的前朝侍卫，又如何能在40来日里查出此案，找得出幕后主使？我清楚我的本事，你敢放我出来，想必你也清楚我的本事，你是要用我的本事。若是只有这些什么天兆谣言，那查此案根本就是大海捞针。所以，你一定有更重要的线索，才会想到用我。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线索呢？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物件失窃，使完此案？没听下去，别站在这儿耽误别人玩啊！别，别小心着，我来，我小心着。
钱没钱？我有钱啊，我有钱，有钱拿呀，拿出来呀！那我来，看看，这不是钱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说傻了你啊？你那是当票，不是银票。我这当的是宝贝。谁出300两银子啊？这当票拿走。300两，烂边掉毛，旧皮帽子一顶，一顶破帽子想要300两。对呀，全我不识货。你这就是一张天津府的当票，来回车费它也不值。对呀，来。这破帽子还真有人要啊！哇，这他谁啊？对呀，是啊，我哪知道他都是钱，反正是个识货的。赵总，师娘，东西找到了吗？拿到了。那明日我们一早就去天津府的当铺，拿钱赎了东西就走。我去取吧。是师娘。这是当票，这9文是赎东西的。老板，大师兄回来了吗？在屋头等你。死了一个。是。师兄你，秦陀、唐宇，你们3个人带了3个精锐弟子，面对一个小小的捕头，能被他杀了一个。那个人的功夫很是不错哦。一个捕头，那个人的功夫确实很厉害。若真有这样的能人，他怎么可能屈尊于县衙之内？这什么？那个人身上掉下来的公羊一书。追杀你们的真的是个捕头？是噻，但这怎么也不像一个捕头该读的东西啊！不凡已经死了一个弟子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从日本回来那几个人怎么样了？杀了。杀了？不杀，难不成还留着？怎么杀的？9个人呢，得快杀。用毒。师兄，我不是说过我们不能太过招摇，要低调行事吗？掌门，我们去大沽找那9个人，为的是要找到接头的关键线索。现在线索找到了，那批人就不能留下。那用我们本门的手法去杀人，多要不妥吧？我逼供的时候就用毒了，不然怎么能够尽快的问出东西来？啊，现在事情已经问得清清楚楚了。从日本前来的一行9人，要在4月初3去上海法租界和一个从海外赶过来的人见面。那个人叫什么？啊，谭仙。只要见到这个谭仙，大功不就告成一半了吗？我的事情是做完了，不知道掌门那边东西拿到了没有？有劳大师兄费心，明日一早便可获得。嗯。你不觉得于焕杰对你的态度有点过分吗？就算他是荣天剑派的大师兄，也不该无礼。怎么说你也是掌门。我接任门派掌门2年了，也没干出什么名堂。他于焕杰对我有意见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荣天剑派，有谁叫我们剑派啊？都是叫荣天岭。为什么？
就因为我们是荣天，多是流民孤儿出身，凑在一起讨口饭吃，外人就都不把我们放眼里，把我们当成要饭的，当成丐帮。所以师傅他老人家才费尽一生心血，让荣天变成一大门派，还把咱们门派从灵溪迁徙到了中原，从武学上淡化制毒，强化剑法还有鞭法。可无论我们在武学上取得多大的成就，始终还是被人看作异类，难成正统。你是荣天剑派剑术最高的人，且放眼整个江湖，你的剑法皆是独步，无人可及。但因为我出身荣天，不然的话，不然你早就是一代宗师了。我知道你一直这么想，我也知道你想要达成这个想法有多难，所以你认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也是足以扭转乾坤的大事。但是我的心意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师娘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你不用这么教我。账已经算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母亲啊，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汪直的，听过吗？此人号称五峰传主，明朝时有禁海令，汪直召集帮众及日本浪人在海上走私。没错，说的就是这个人。嘉靖19年到嘉靖37年，整个大明朝在海上的生意就他一个人在做，一船丝绸茶叶，一船黄金白银，说他是富可敌国是丝毫不过啊。传说明朝末年的时候，汪直留下来的金银财宝，意外的被南少陵的一个俗家弟子找着了。当时是乱世，南少陵就此将秘藏封锁了起来。后来这笔财富就被后人称作是净坛秘藏。光绪31年，国库告罄，我就是那一年上任内务府总管，我也曾经打过净坛秘藏的主意。但是经过翻看一些记录，才发现，前后有几十个顶尖的大内高手，就是为了要出外寻宝而折损途中。此事最终还是作罢了。这个净坛秘藏啊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后来就把藏宝图封禁在文渊阁的禁书柜当中。直到龙镇李九的谣言出现之后，这藏宝图突然就不见了，就这么蹊跷。拿着一张找了上百年都没能找到的藏宝图，丢了又能如何？眼下大清国体动荡，你就算是想要谋反，也需要大批的财力啊，否则就算是变了天了，也无济于事啊。现在的大清啊，养了一条很凶的狗，这狗没人敢惹它，也没人对付得了它，就是北洋。谁想谋反，他都会去拉拢这个北洋，拉拢北洋这条狗啊。
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钱，给粮，给饷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偷藏宝图的人就是谋反的人，因为谋反者要钱，所以追查藏宝图就是追查谋反的幕后主使。大人，您就没有想过，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反？想反的、要反的人多了，是那些每天蠢蠢欲动的革命党，还是那些担心大权旁落的公侯将相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得靠你去查了。属下还有一事不明。说，能偷到文渊阁来，那足以证明盗图者知道晋唐秘藏的传闻。那他们一定也听过，内务府找了上百年都没能找着。他凭什么认为拿着一张图就能找得到钱财？那就更得让你去查了。大人，属下要宫里所有侍卫、太监、宫女的花名册，我还要这1年里宫里所有人进出行走的记载。还要什么？还有3名笔帖使。掌柜的，最近有没有穿着灵犀服饰的人来过？大姑谢要不怪。查哦，棺材啊，小店这些天不曾有嘛灵犀穿戴的人来过呀。果真没有？没有，真没有。给我开间房吧。还真不巧，小店今儿客满了。哦，满了。是满了。官爷下回来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上好的房间啊。掌柜的，请这位差爷去我房里好了。得罪您了。这就是晋唐秘藏的藏宝图啊！参见大人。光绪24年起，每年发生的国之大事、朝中大事，还有京城发生的大事，都报给我听。是。光绪24年4月23日，先帝颁布明定国事诏，开始变法。开始变法。不过是白日一梦。从8月开始说一些我不知道的。给我沏一壶信阳毛尖。是。光绪25年，朝廷跟法兰西国签了广州湾租界条约，将遂西吴川2县以及马偕海湾租给了法兰西国，叫广州湾。光绪26年7月，英吉利国、法兰西国、德意志国、俄罗斯国、美利坚国、日本国、意大利国和奥匈国这8个国家一起攻打了京城。11月的时候，李中堂大人和洋人谈判，最后签了个议和大纲。光绪27年3月，朝廷赔了4亿5千万两给那8个国。凭什么？洋人有枪有炮啊，大人。接着说吧。7月的时候，朝廷又跟英国、美国、俄罗斯国、德国、日本国、奥地利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国、西班牙国、比利时国、荷兰国签了个辛丑各国合约，也叫《北京议定书》。
说好了分39年还清赔款，年息4厘，却又在东郊民巷设使馆区，写了中国人不得入内，拆了炮台，天津20里内不得驻军，年年割地，年年赔钱。接着说。光绪30年，日本国占了旅顺。光绪30年7月，和英吉利国签了个拉萨条约。光绪30年腊月，一帮东京留学生向朝廷请愿，要求立宪。光绪31年4月，北洋6镇新军全部练成，共计7万人。光绪32年2月，法兰西国传教士王恩之杀了南昌知县江绕，群众怒毁教堂，杀王恩之，朝廷处死乱民公洞，赔银35万。33年10月，乱党袭取镇南关，孙文向大清士兵发炮。光绪33年腊月17，山西商务局议定以275万两作为山西各属矿权，全部收34年正月，清廷授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。同盟会乱党黄兴在青州马朵山举行反叛，激战40余日，反叛以失败告。他们哪里是没防啊？就是看你一身血污，怕你吓着其他住客，不敢留你罢了。有劳林姑娘了。我这浑身是血的，看着的确挺吓人的。哎，我们县衙的没叫你回去吗？那位大人带我去录了口供，然后他就说没我的事了。大人怎么会在此处？我在河边找到了那群凶犯，一共有6个人，是灵溪荣天岭的弟子。我已经将其中1人执法，其他5个跑了。然后我就一路追，就追到了这儿。大人是一个人在追？是，林姑娘怎么会在此地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该去往何处？可是荣天岭的为什么要害你的家人？他们说过什么？问过什么？你当时躲在柜子里，有没有听到？那几个人当时好像是在逼问我叔伯些什么，但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。我这次回国，只是跟家人返乡省亲，连叔伯们具体要去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林姑娘，你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将这些凶犯缉拿归案的，还你个公道。多谢大人了。你不用叫我大人，我就是五路流的捕快，叫我家洛就行，地保也行。已经2更天了，地保大人，你明天还要查案，不然早点睡吧。我去把床铺给您收拾好。不必不必，已经甚是打扰林姑娘了，我在此地坐着就好。那怎么能行？林姑娘，你赶快去休息，我坐在此处就足矣了。宣统元年腊月，光复会逆贼熊承基谋刺海军大臣载洵和萨振兵，幸未得手，抓捕后正法。此贼受审时还大放厥词，称早死1日，自由之术早得1日鲜血，早得血1日，则早茂盛1日，花方早放1日。宣统2年3月，同盟会逆贼汪精卫意图谋杀载沣王爷，本当按律处死，后载沣王爷开恩，赐逆贼终身监禁，至今尚在狱中。10月，摄政王决定原定于宣统9年立宪期限，宣改于宣统5年实行开设议员。说完了，下去。吃了。
葛太兄，穆青兄早。穆青兄，这是啊，让他们跟我说说这12年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。穆青兄一晚上都在听这些？疑犯我已经圈出来了。婉和，坤宁宫的婢女。穆青兄，恕在下愚钝。这婉和不但不曾进过文渊阁，甚至近半年间都不曾在文华殿一带走动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在下不知因何有意。婉和的居所在宫城东侧，她平日里当值出入的是坤宁宫和宁寿宫。从她住的地方到这两宫该怎么走，二位应该很清楚吧？可以走剑亭，不然也可以走三座门。对，但是走剑亭要比传三座门省去20余步，还省了3个台阶。这短短的20余步和3个台阶是常人无法发觉，但对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宫女和太监来讲，则应是了如指掌。且她一日要往返3次有余，断不会舍近求远。从每日宫女出行的记录来看，半年前婉和走的还是由东华门走剑亭向北，而这半年里则换成了穿3座门。为何？因为走东华门由剑亭向北要经过文渊阁。不错，婉和改变行径是刻意为之，而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：避嫌。抓人吧。把宫女婉和带到内衙聆讯。这，葛太兄，我有一事不明。这宣统元年，摄政王为何只是将袁世凯革职，而并未将其治罪？在下也属实不知啊。怎么，穆青兄和袁世凯相熟？不熟，也熟。当年若不是这卑鄙小儿背信弃义，偷偷向太后告密，维新党就不会被砍，先帝也不会被幽禁。总谓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唉，若是当时变法成功，如今大清早已完成了改革，国力将比今日强盛甚多。也不会有什么乱党敢兴风作浪，甚至谋反了。穆大人，存进大人急召。昨天晚上直隶厅送过来一个急呈。直隶厅，从京师以东11个县市直到海边，我命令各地衙门要严密地关注凡是跟酒有关的事情。大人是想到了龙镇李酒，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嘛。昨天大沽客栈死了9个人。这9个人，他们来的时间跟天照的谣言相似，来的地方又是东边的日本。日本什么东西最多？还不是那些乱党吗？若这9人从东归来是为谋反，又怎会意外暴毙？难不成是有人暗中在为大清护航？大人，这桩命案已经发生1天了，就算与谋反有关，此时再追查下去，只怕是难以找到凶手。卑职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先顺着丢失藏宝图的线索查下去，但是这桩酒命案，属下自然不会置之不理。那你要怎么处理？派人去大沽县，迅速将尸体运过来，以确定其身份和死因。听你的。该招就招了吧。穆青兄，现在审。1个字都不用审，开始用刑。穆青兄去哪儿？御膳房。你见过老姜没？老姜？哎，他早上来过，有点闹肚子，我看没什么事，让他走了。哎，这怎么事啊？
果然想不好，还好穆青兄发现的及时，带回新房。剖开，看看他吞的是什么。戒指，西洋造。穆青兄，现在又要去哪儿？灯市口。灯市口？灯市口有一家杂货铺，专做西洋物件的门。吴兄，葛大兄，那宫女不堪苦刑，已经招供了。她招认她是受了御上房的老将之。婉和有没有说偷盗东西的时间？3月23，交给老姜则是3月25。早上还是晚上？晚上。吴兄，是不是继续用刑？不必了，将他在刑房处死，立即。这怎么就不审了？他只不过是一个棋子，你还指望着他供出幕后主使？那为什么要杀掉啊？这么大的罪，只能继续逼供，一直逼到死。与其让他多受折磨，不如给他一个痛快。穆青兄，仁慈啊！你是不是想问我如何看出老姜就是婉和的内应？还请穆青兄解惑。从行走记录中，我看出了婉和的异常之处，推测出他就是从文渊阁偷出藏宝图的人。但是宫女不能出宫，所以必须得有内应，才能把东西送出去。没错，否则偷了也毫无意义。我看了近半年里宫门的出入记录，御上房有6位夫役经常出宫采购，其他夫役每次出去只需要2个时辰上下，而老姜则需要2个半时辰，多了半个时辰。一开始我也在想，是不是老姜手脚比别人慢，用的时间比别人长？但是从记录上来看，他每次不是比别人晚回来，而是早出宫了半个时辰。一个在御上房干了大半辈子的夫役，会如此勤快，如此卖命吗？所以他就是同党。原本我也不确定，可惜啊，老姜应该是听到了婉和出事的风声，想要逃跑，这才印证了我的推测。这京城买卖西洋物件的地方也不少，怎么就知道是灯市口这家杂货铺呢？距离从御上房到灯市口，差不多往返要半个时辰。3月26一早，老姜交给你的是什么东西？前天一早，姜爷拿着一顶旧破皮帽子，说是要给他一位亲戚。然后呢？当天就有人来，按照姜爷说的，拿着9枚铜钱，和你这一模一样。那个人长什么模样？哎呀，那个人，他手上有个纹身。什么纹身？这我就叫不上来名字了。笔、纸。好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原来这位爷，你知道啊？来，2位客官，里面请。这人啊，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但如果你运气不好，那包子都能碰上2、3、5啊！啊！来吧，喝吧，喝。到了。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？它是前骁骑营麒麟阵标记。麒麟阵，那阵是早年先帝围猎时的御用卫兵。这批校尉每个人的手上都纹有麒麟的标记，以表身份。在下还是第一次听的。他们不在正规编制之内，没在先帝身边待过的人甚少知之。那麒麟阵现在还有？不在。戊戌变法之后，他们受到了牵连，被逐出了禁军。麒麟阵共计有11人，只有详实记录。想要找到他们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明白，我这就派人去查。家里没有吗？没有。地里也没有？没有。衙门里也没有？没有。那镇上也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这个王地宝他能去哪儿啊？不会是真的去追凶了吧？哎，老爷您圣明，王地宝这人，他是个杠头，他执拗，
十里八村的乡亲们，谁家丢只鸡，追出20里地，他能把鸡给逮回来。王地保啊，干捕快6年了。虽然咱们这儿哈没什么大案子，但在地保手里的案子，没有一件是不了了之的。要我说，这王地保他就是读书啊，把脑子给读坏了。这里怪他爹。 哎，他爹是光绪3年的秀才，一直考到光绪13年，最后也没有考取功名。后来他爹呀就把心思放到地保身上了。地保自幼通读45经，读了10几年书。光绪31年，皇上把科举给废了，这才进咱们县衙当了个捕快。你帮我合计合计啊，这个顺天府已经下令，地方官员不允许掺和这个案件。 如果说这个王地保死缠烂打的话，会不会给咱们大沽县惹什么麻烦？这个我早就想好了。咱把这县衙的花名册给他改一改，把王地保的名字划了，这样他在外面甭管惹多大娄子，都跟咱县衙无关呢。到时候找上咱们了，咱们就说他不是咱县衙的人，他是咱县衙临时雇来的帮手。临时的。 帮手。大沽县衙捕快查案，有没有见过一些灵犀打扮、说话有奇怪口音的人？哎，兄弟，跟你打听一行人，灵犀的你有见过吗？啊，就是怪里怪气的，然后穿的衣服和咱们都不太一样的人，领头是个豁牙，大豁牙。见过说话有灵犀口音的人吗？灵犀话是怎么说的？ 龙镇李九，真实一乾坤。葛太兄，咱们先不回内务府。是，咱们去一趟别的地方。去哪儿？东郊贡院。 得罪您了。刚刚那是个女人，功夫有点奇怪。他用的暗器是手里剑，东瀛忍者。日本人。大沽客栈那9个刚从日本回来的，应该一直被他们盯着。看来日本人也是为了密藏。这就是净坛密藏的藏宝图啊！
这净坛秘藏不光是藏着巨额的财富，还有少林博大精深的武功秘籍。内务府花了上百年，费尽心思，但始终没能找到。这图上只有山峦河流的样子，但根本看不出这是什么山，是什么河。这就好像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放在一个盒子里，但这个盒子和这个房间到底在哪儿，我们根本找不到。这份宝图少了一个关键，这宝图不全，必然不全。大姑客栈这9个人从日本而来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和一个持有宝藏线索的人交头。所以看来这个谭仙果然知道开启宝藏的秘密。大人，不用多礼，直接说吧。大人，属下已经确定了3件事：其一，谋反者之间用来联络的是9枚前朝通宝，3个不同时期的通宝共9枚，3加9就是12。这有什么说的？大清自太祖天命起始到如今圣上宣统，正好是12位天子。属下推断一事许久，就是如今的圣上和先祖有何不同？思来想去，想到了科举。没错，如今圣上继位的时候，科举已经没了。科举没了，可贡院还在。属下推断，龙镇李九中所说的东方，应该就是如今的东郊贡院。那9条火龙呢？这9条火龙就是安置在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。如今贡院已是残垣断壁，破落不堪，正适合安放。如此说来，那9条火龙就是9枚烟火嘛，在贡院那边点起来，到时候看过去就像是火龙天降了。正是。你到贡院去看过没有？刚去过。属下在贡院一带仔仔细细盘查了一遍，发现泥土中有残留的硫和硝，树丛间地上的草有翻过的痕迹，还有些树枝带着划痕。属下相信，定是谋反者将火药装置悄悄地安放在其间。这么说，5月11那天，他们只要点燃了火药，就是暴乱的信号了。此事绝对要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如发现有人泄密，可如何处置？就地正法。宫女婉和3月23日下午偷入文渊阁，而那个时候却没有行踪记录。守卫和巡视东华门至文华殿一带的侍卫竟无一发觉，此事绝非偶然，更不可能是宫女婉和等出来的一个机会。所以，我特意去问了那日的轮值侍卫，才得知那天下午是你将一干守卫叫到文华殿门口训话，前后差不多1袋烟的功夫。这个契机完全是你给宫女婉和创造出来的。你若不是内应，谁还是内应？真厉害！官儿叫汉鹤，镶白旗，光绪27年进内务府，10年来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做事。6年之后，我才查出他是细作，没想到你才查了1天就把他给揪出来了，真厉害！哎，就是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啊。是，属下确实是操之过急了。对呀，这么一来，我们想要给他的幕后主子传的话就没人传了。大人，汉鹤操纵的文渊阁盗宝，他背后的主子必然是谋反的主使。既然大人已经知道是谁了，还请明示，属下立即将其抓捕归案。我不敢擅自动他，这是为何？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怎么敢去动皇亲国戚呢？何况这位还是和硕亲王一等爵。和硕亲王，摄政王载沣的堂兄，爱新觉罗载祺。齐亲王，齐亲王排行第9，火命离生。我要知道齐亲王在干什么，我要知道齐亲王他跟什么人走动，我要知道齐亲王他去过什么地方，他每天吃的东西都给我查清楚了。奴才领命。哎，你是吃了一颗竹子，丢了个车。今日的大清和220年前
你们英吉利国有异曲同工啊。齐亲王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很有了解。我把小女儿都送去英国读书了，能不了解你们吗？ Good afternoon. Good afternoon, Princess. 需要了解你们，更是因为贵国现在很强大。我希望大清的未来也能像你们一样的强大。如今的大清可谈不上强大，真正弱的不是大清，而是皇室。啊，没想到齐亲王您会这么说。我怎么不能这么说呢？就因为我是和硕亲王，就因为我是皇室内阁成员，这个皇室集权的专政已经穷途末路了。时代已至此，皇权已成了负累，立宪是大清重新强大的唯一途径。听到齐亲王说出这样的言论，我真的很吃惊。其实啊，在皇族内部有很多人都跟我是一样的见解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们的立宪还这么艰难？推行立宪可以保国，可以强国，但是皇权就没了，舍不得呀。可若死守着皇权，最终怕是国将不国了。那个时候，什么皇族王室，还有我这个和硕亲王，都将烟消云散。齐亲王，我反而觉得这个有爱新觉罗家族把控的国家，要想走到离宪这一步，或许还要很多年。我觉着你错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或许就在今年。母亲啊，其实我最希望那些意图造反的人呢，最好就是同盟会之类的，不把自个儿的命当命的那些亡命之徒吧。他们没有真正能打的军队嘛，变不了天。我最担心的、最害怕的，还是齐亲王。他有雄图大略，有变革之心。他有个女婿，你知道吗？属下不知。这个人叫钟海潮，在北洋军第6镇协督。这个是真的让人担心的。母亲啊，你要记住啊，没有铁证，我不能把谋反的帽子硬往齐亲王头上扣。所以你务必要把那个偷走了藏宝图的人抓到。这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属下定破楼兰。好。父亲，您真的认为立宪将是救国之路？可其他皇叔也会像您这么想吗？他们宁愿跟洋人签署割地赔款的条约，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俸禄降低一厘，心中根本无国，就想着自己的小家。他们能想什么呀？是啊，让他们认识民主，就更不容易了。民主？你倒是说说，什么是民主啊？按照平等原则共同管理国家。难不成你还觉得那些头脑发热的革命党能成伟业？贩夫走卒之辈，他能明白怎么亲政爱民？杀猪卖肉的人，他如何懂得治理朝纲？这是大清，你在大清讲民主，无稽之梦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跟海潮还有事情要说。5月11举事，不得有误。父亲放心，我已经做好了安排。5月初10夜，驻扎在京东30里的部队就会开拔到东郊，子时贡院起火，攻进京城。不用攻，进城就是了。那些禁卫军、内务府根本就挡不住你的枪。说起来也荒唐，
为了大清，我还要反大清。可是父亲，拿下皇室、废除宣统都不难，可是这……你担心北洋？正是，就算我带兵进了京城，只要北洋下令，我还是得撤军。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5月11之前，我能拿到富可敌国的宝藏，足以安抚北洋。事不宜迟，咱们明日就得出发。咱们弟子太多了，路上难免会有些招摇，所以我们分头南下。我带着师娘、皇兄，再带一部分弟子，先行从水路出发。到了上海落脚之后，我们先去探探门路。汤圆，明日天一亮，你带几个帮手到天津租界里买几套衣服，要看起来像刚从日本回来的样子，就跟大沽客栈那几个人差不多。好嘞。然后你从陆地出发，穿山东前往上海。二师弟啊，要不还是我先带人从水路去上海吧，毕竟我去过上海，肯定要比你熟那么一点，我门路什么的也要快一些。那也好，那就辛苦大师兄了。有什么辛苦的呀？我先去，你带着师娘慢慢跟过去就行了。你都已经交代好了，于焕姐还非要再做安排。无妨，随他去吧。她就是想先到上海，能偷偷玩上一玩。早就听说那是个花花世界了。他想去玩，就让他去吧。你怎么不争呢？你是掌门，你怎么总是要让着他呢？你也说了，我是让，而且我必须让。你别动，我来。招惹荣天剑派的人，你从来不让；天下第一剑客的名号，你也谁都不让。怎么一回到门派里头，什么都要你让呢？我是一个剑客，只想仗剑而为，从来不想当掌门。但掌门的担子交给了我，我必须担负起来。于焕杰作为大师兄，没有接替掌门，本就不甘心。我再不让着他，那门派不就内乱了吗？而且这也是师父最不想看到的。你让师父的还少吗？师娘，这里没有外人，这里只有你和我。我不想听你叫我师娘。师兄，我是你师妹。退给我。火姐，这个我没法再留着了。退给我。是。真想杀了你，杀了你，荣天剑派就没了。
后我们只有荣天键盘了。苟延残喘。我一定会让荣天成为天下第一的大键盘。这话我听够了。你师父天天这么说，他死了，换你天天这么说。你要是真能做到，就把秘藏找到，然后彻底改变我们。我会做到。大人，进来喝杯茶吧。不喝了，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我没能找到那伙凶犯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马上就回大沽了。我们县衙还有另外2名捕快，多些人手一起找，肯定找得到。我再找邻县的衙门通报一声，各地通缉，那伙凶犯一准是跑不掉。那就多多有劳大人了。连京，你接下来去哪儿？我想一个人待几日，待平复心情，再做打算。哎，掌柜的，你说这陈武这小子是不是发财了？陈武，他能发什么财？真不知道，你看啊，32个大银票子。哦，真是大票子。他这几天去灵溪了？不知道，应该没去，天天能见着他。灵溪的票子怎么了？等我一下。掌柜的，万爷，您票看一下啊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那是陈武大舅是给的。啊，陈武是谁？穆青兄，前骁骑营麒麟镇的11人已全部查到，11人中有5人仍在锡林郭勒盟的军队，其余者有4人离世，2个病死，1个练兵时出了意外，还有1个喝多了掉进了海子里。另外2个几年前离开了锡林郭勒盟，其中1个是回老家照顾年迈的双亲，还有1个呢，另一个绰号陈武，6年前因酗酒赌博违反军纪被逐出。他现在何处？查到他近几年混迹在天津葛沽镇一带，每天不是喝得烂醉，就是在赌场彻夜鏖战。要找的就是这个陈武。你谁？你找死啊你！我找你，陈武。这么大的赌客呀！好威风啊！你要么老实跟我说清楚，要么跟我回衙门。要打出去了，这还能不能眨眼？上！内务府奔，现在能退下。站住！我不行，我说，哎呀，二位，哎呀！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，此人是我的疑犯。内务府办，闲杂人等退下。你就是闲杂人等，再向前一步，我将你就地正法。东西在哪儿？什么东西啊？
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！我真的我不知道啊！不，我说，有人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转交一样东西。我只要在京城的杂货铺取一顶破皮帽子，送到天津永安的当铺，再把当票给接头人就行。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爷，是内务府汉贺大人他让我干的。还有那个接头人打扮的怪里怪气，好像是灵犀打扮。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了，剩下的我真的我不知道了呀。